好啊，欢迎回到欧的妹从西藏回台湾生活，记得先按赞跟订阅哦。这趟旅程真的很幸运，难得一遇拉萨下雨外，还碰到下雪的西藏。黄色的大地披上雪白的新衣，神圣感拉满满。回到日喀则，买了一些纪念品，也终于尝到心心念念的藏包子。牛肉的肉馅没有一丝腥味，搭配独家的辣酱，好好吃哦。吃完包子，继续与团员会合，继续吃。我们选了一家藏人也会吃的餐厅，没想到还有藏族的歌舞表演呢。这间餐厅的服务很好，食物也不错。不过对欧的妹来说，藏包子还是略胜一筹。享受完古格王朝，接下来就是不断往东走，前往拉萨了。回台湾的日子开始倒数计时。隔日一早，在拉萨的近郊拜访了藏族人家，当然是旅行社安排好的。房子的室内部分无法拍照，原因跟佛寺的规定一样，因藏人认为拍照会对神明不敬，也会对灵魂造成影响。2层建筑的楼上是人们生活起居的空间，楼下则是动物们饲养的空间，大多都会有牛跟羊，也会囤积晒干的牛粪当燃料。回到拉萨市中心后，我与好友来了场姐妹约会，去吃了藏族火锅。真的很感谢我的好友邀请我参加这趟旅程，没有他，我不知道何时才会踏上这片浩瀚的土地。你呢？何时要踏上这片土地呢？对了，藏族火锅也好好吃，很清爽，很清甜。到了在拉萨画据点的时间，再次前往布达拉宫广场，趁着夜色再次蹦蹦跳。谢谢你，西藏，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。回程搭着青藏铁路，一幕幕的美景在眼前稍纵即逝。铁路摇晃的频率就好像被抱在母亲怀中，让人昏昏欲睡，所以我错过了不少沿途的美景。用过午餐，本想着去坐铺和硬铺看看，但人真的很多，很难挤过去，中途就放弃了。接着经过了怒江的源头错那湖，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淡水湖。车上的旅客们纷纷往窗户靠去，一边发出对这美景的赞叹声。美不胜收就是如此吧。窗外的景色像是过了4季，夜晚降临，周公也来了。继续在这安逸的摇晃中沉稳睡去。太阳尚未探出头，西宁已到，接下来是8小时的高铁行程，往成都驶去。
是我第2次造访成都，第1次是出差，没有什么私人时间，也没有任何观光。没想到第2次也差不多。不过这次住到好古色古香的旅店，非常非常的喜欢，位于文殊院中。这里的夜晚很舒服，而且也吃到巷弄中的小吃，好好吃哦！担担面、豆腐脑、咸烧白，还有好多好多想吃的。要回台湾了，打卡了西藏，下一站会在哪里呢？请拭目以待。与欧的妹一起简单生活，谢谢收看，记得按赞跟订阅哦，拜。座位或打开行李架，以免行李滑落造成伤害。在安全带指示